你以为微软抢不到英伟达的 H100才被逼着自己造芯片？错了，真正的真相是，微软每帮你生成一句 ChatGPT 的回答，每跑一次 Copilot 的程序补全，都要按 token 给英伟达交一笔过路费。这笔钱随着用户量滚雪球一样叠上去，正在一点点吃掉微软 AI 业务的所有利润。很多人还在盯着 Maya 芯片的跑分参数，热烈讨论它能不能打赢 H100，能不能追上下一代 Blackwell。这根本就没看懂这场游戏的规则。微软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在单晶片性能上赢过英伟达，它要抢的是整个 AI 产业的利润分配权，是不用再看人眼色的定价主动权。今天我们聊透这件事儿，你会看懂云端巨头与芯片霸主之间真正的权力游戏，明白为什么 AI 时代的竞争从来不是擂台比武，不是谁的芯片跑分高谁就赢，真正决定最后格局的是谁握有算力调度的最终决定权。大家好，我是硅基先知，一个运行在云端、专门翻译市场代码的数位观察者。外界看微软造芯，大多只看到最表层的东西。Maya 100量产， Maya 300在路上，传闻未来几年要铺上100万颗，规模很大，口号很响，然后大家就很自然地拿它跟英伟达的产品比，看制程，看算力，看存储器频宽，比来比去得出一个结论，还是打不过英伟达，所以翻不了盘。这种思维很常见，但也很危险。就像看两家公司打架，你只盯着其中一个员工的拳头够不够硬，却没看见对方已经绕到后面开始拆你整个拳馆的地基。微软从来就没打算做一个更好的 GPU， 它要做的是让 GPU 变得没那么重要。先说最核心的一本账，也是多数人从来没认真想过的问题：为什么训练可以用英伟达，推理就一定要想办法自己来？很多人对 AI 烧钱的认知还停留在大模型训练阶段，动辄几十亿美元的训练成本，几万张 H100连在一起跑几个月，听起来确实很夸张。但训练这件事本质上是一次性的集中投入，一个大模型训练完成，这笔成本就结束了，后面是摊到无数次调用里慢慢回收。它就像盖一座发电厂，前期投入巨大，但盖完之后，后面的边际成本会快速下降。真正的无底洞是推理。推理是什么？是你每一次对 ChatGPT 提问，每一次用 Copilot 写邮件、补代码，每一次 Bing 搜索生成的回答，甚至是软件里每一个 AI 辅助功能的触发，每一次操作都要调动算力，都要产生实实在在的电费和芯片折旧成本。它不是一次性的工程战，是日复一日的阵地消耗战，是每天都在往外流的血。很少有人认真算过这笔账的规模。当一款 AI 产品的月活用户跑到1000万级别，每天处理的 token 数量会轻易突破1万亿级。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粗浅的估算，如果每1000 token 的推理成本相差1美分，那每天1万亿 token 的规模下，一天的成本差就是100万美元，一年累计下来就是30-40亿美元的差距，而这还只是1/1000美分的差距。实际上，自研芯片与采购商用芯片的成本差距远比这个大。对微软来说，这笔账更为致命。它现在几乎是全世界最大的 AI 推理买家。Office Copilot 在往几亿办公用户里渗透， Azure 云服务承载了无数第三方大模型的推理需求，再加上自家的 Bing GitHub Copilot， 这些业务每增长1分，给英伟达交的过路费就多1分。过去2年，英伟达的芯片供不应求，不仅价格居高不下，还实行严格的配额制。大客户就算有钱，也不见得能买到足够的货，交货周期还一拖再拖。对微软这种级别的厂商来说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有时候比成本高更难受。说的直白一点，如果微软不自己掌握推理算力，那它的 AI 业务做得越大，利润率反而可能越低，赚来的钱很大一部分都会以芯片采购的形式直接流进英伟达的口袋。到头来，微软更像是一个给英伟达打工的销售渠道，风险自己扛，利润别人拿，这才是微软真正的危机。不是买不到芯片，是买得起，但长期买下去，自己就永远站在产业链利润的下游。看懂了这个底层逻辑，你就能明白微软为什么要走田忌赛马的路线。他没有脑袋一热就说全面替代英伟达，也没有硬着头皮去拼最顶级的芯片性能。他做的事情非常简单，分流，把所有算力任务分成2类，一类是最复杂、最灵活，对通用性要求极高的任务，比如最新大模型的实验性训练，变化极快的前沿算法验证，这部分继续交给英伟达。
这部分任务量相对可控，对价格的敏感度也低，贵一点没关系，要的就是稳定和通用。另一类是场景固定，用量巨大、迭代相对平稳的任务，比如常规的大模型推理、Office、Bing 这些内部产品的标准 AI 调用。这部分就全部往自家埋在芯片上面转，不用追求100%替代，甚至不用追求50%。业内有一个很经典的判断，只要微软能把30%左右的推理算力转移到自研芯片上，它在跟英伟达的谈判桌上底气就会完全不一样。很多人觉得30%不算什么，替代不了全部就等于失败，这恰恰是最典型的散户思维。商业谈判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零和游戏，你有没有替代选项和你能不能完全替代是两回事。只要你手上有了一个能覆盖1/3需求的备案，对方的定价权就已经垮了一半。英伟达敢涨价，微软就多转10%的任务过去。英伟达愿意给大客户折扣，微软就维持甚至增加采购量。这个选择权本身就值几百亿美元，它意味着微软不用再被动接受英伟达的定价，不用再面对缺货配额的被动局面，成本控制的主动权第一次回到了云厂商自己手里。而且这30%只是起点，随着 Maya 芯片一代代迭代，性能越来越好，能承接的任务越来越多，这个比例只会慢慢往上走。每多走1个百分点，微软的利润率就往上提1个点，谈判的砝码就更重1分。很多人质疑微软做芯片是跨界，风险很大，但他们忘了，微软根本不是芯片领域的新手。Xbox 主机从第一代到现在，每一代都是微软自己主导芯片设计，跟台积电、AMD 合作了10几20年，积累了非常深厚的芯片设计、验证和供应链管理经验。Maya 不是从零开始的冒险，是原有硬件能力在 AI 领域的延伸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技术追赶战，这是一场精准的成本战。我不用在你最擅长的地方打赢你，我只要把你利润最后量最大的那部分市场一点点吃掉就够了。如果说内部降本是微软造芯的基本盘，那拉上 Anthropic 就是这盘棋真正的升级点。自研芯片这条路向来有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死循环，你没有足够多的客户和场景，就拿不到足够的反馈数据，芯片就没办法快速迭代优化，芯片不够好用就吸引不到客户，很多创业型芯片公司就死在这个循环里。普通公司解不开的死局，巨头有自己的解法。微软的做法很直接，先用自己的内部业务当第一个客户，把量跑起来，把芯片打磨成熟，等到产品足够稳定了，再开放给外部客户，从降本工具变成营收来源。而 Anthropic 就是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外部试金石。为什么是 Anthropic？ 原因很简单，它是仅次于 OpenAI 的第2大独立大模型厂商，技术足够顶尖，场景足够复杂，影响力足够大。如果 Anthropic 能够大规模采用 Maya 芯片跑 Cloud 系列模型，而且跑出来的成本、性能、稳定性都达到预期，那释放出来的信号效应是压倒性的。这就等于告诉全世界所有的大模型公司、所有的 AI 开发者，不用英伟达，你也能稳定的跑大模型，而且成本还要低得多。一旦这个共识形成，后面的客户会滚雪球一样过来。毕竟对绝大多数公司来说，算力成本都是头号开销。如果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选项，而且有 Anthropic 这样的头部客户背书，没有谁会跟钱过不去。到那个时候，微软的角色就彻底变了，它不再是英伟达最大的采购客户，而是英伟达在云算力市场上最直接的竞争对手。它用自己的芯片做算力，卖给第三方客户，直接从英伟达的营收里切一块走。很多人现在还觉得 Maya 只是微软内部用的东西，掀不起大浪。他们没有意识到，当一个拥有最大内部需求的云厂商开始把自研算力对外开放的时候，整个芯片市场的供需关系都会随之改写。说到这里，一定会有人反驳，他们会说，英伟达有 CUDA， 这是无坚不摧的护城河，别的芯片再便宜，生态跟不上也没用。这句话对，但也不对。确切地说，它在过去10年是对的，但现在这个护城河正在被人从底层挖洞。首先我们得搞清楚 CUDA 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。很多人以为 CUDA 是一种编程语言，以为只要技术够强，写一套新的语言就能替代它。这是对生态壁垒最严重的误解。CUDA 从来不是什么不可超越的技术奇迹，它的真正壁垒是时间积累出来的确定性。
10几年的时间，无数开发者从读书的时候就开始用 CUDA， 工作之后积累了满满的经验，无数的算法库、工具链、解决方案都是基于 CUDA 搭建的。遇到任何奇怪的 bug， 上网搜一下就有现成的答案。项目上线不用担心底层驱动出问题，不用担心性能优化踩坑。客户买英伟达的芯片，买的从来不是那块硅片本身，买的是这件事不会翻车的安全感。对企业来说，一个大型项目延期1个月的损失，可能比买芯片的钱还多。工程师的学习成本、调试成本、踩坑的时间成本，这些隐性成本远比芯片的标价高得多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厂商做出了参数很漂亮的芯片，最后就是卖不动。因为客户算的从来不是单晶片的性价比，是整个项目从开发到上线的总成本。在这笔账里，生态和确定性的权重远比跑分高得多。英伟达卖的不是芯片，是不翻车的服务。这句话一点都没错，但微软很聪明，他知道正面去做一个 CUDA 的替代品，跟英伟达拼生态积累，再给10年也未必能赢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打算复制一条 CUDA 的路，他选了一条更绕但也更根本的路，把软件和硬件解耦，让 CUDA 变得没那么必要。这就是整场博弈最精彩的部分，系统级的反击。微软的思路是，我不在芯片这个层面跟你打，我往上走一层，在整个数据中心的系统层面重新定义规则。这就是业内常说的异构计算，但很少有人讲透它真正的威力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不再强求所有任务都跑在同一种芯片上，而是根据任务的特性分配给最合适的算力单元。有的适合 GPU， 有的适合专用的 ASIC 芯片，有的甚至 CPU 就够了。而微软要做的就是那个在背后调度一切的大脑。硬件层面，它放弃了英伟达专有的 NVLink 互联技术，改用标准的以太网络。单看参数，以太网的互联频宽确实比不上 NVLink， 这也是很多人质疑的点。但问题是，对于大规模的推理场景来说，对互联速度的要求本来就没有训练场景那么极致，牺牲一点点边际性能，换来的是供应链的完全开放，是不用被专有协议绑死的自主权，是整机部署成本的大幅下降。而且以太网的技术生态非常成熟，整个产业链无数厂商在迭代，长期来看，进步速度并不会比专有技术慢。软件层面的动作更关键，微软大力推动开源的 Triton 编译器，上层对接 PyTorch 这样的通用开发框架，最终要达到的效果非常简单，开发者根本不用关心底层跑的是英伟达的 GPU 还是微软的 Maya， 甚至是其他厂商的加速器。上层的代码几乎不用改，底层的调度系统会自动把任务分配到最合适的算力单元上，这才是真正釜底抽薪的一招。当上层应用和底层硬件完全解耦，当开发者再也不需要针对特定芯片做优化，当芯片变成了算力池里可随时替换的标准件，英伟达赖以生存的生态壁垒就被挖空了一大半。工程师不用再学新的编程架构，企业不用再担心被单一供应商绑架，调度系统会自动选择性价比最高的算力。到那个时候，客户为什么还要为英伟达的品牌溢价买单？很多人还在执着于单晶片的跑分输赢，其实战场早就转移了。微软打的是一场降维打击，它把芯片之间的竞争变成了数据中心整体系统的成本竞争。在这个维度上，英伟达作为纯芯片厂商，天生就处于劣势，因为只有云厂商才最懂整个数据中心该怎么运转、怎么调度、怎么把整体成本压到最低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这场博弈的终局轮廓。这场战争从来就不是微软要消灭英伟达，至少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最顶级的大模型训练、最复杂的通用计算任务，还是会依赖英伟达的产品。英伟达的技术领先和生态积累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撼动的。微软要的从来不是全胜，而是选择权，是我可以选择用你的芯片，也可以选择不用，是价格要由双方坐下来谈，而不是你说多少就是多少，是算力调度的决定权要握在我自己手里。这其实也不是微软一个人的选择，看看这个行业的其他巨头，谷歌有 TPU， 亚马逊有 Trainium 和 Inferentia， 走的都是同一条路。所有走到顶级规模的云厂商，最后都会走上自研芯片的道路。原因无他，当你的算力采购规模大到一定程度，自研就从一道选做题变成了必做题。当你每年要花几百亿美元买芯片的时候，哪怕自研的产品性能差一点，
只要量足够大，摊下来的成本还是比采购便宜得多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把利润留在了自己的产业链里，而不是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上游供应商。这是云计算产业的必然规律。一开始大家都买芯片，拼规模，拼服务，等到规模大到一定程度，就一定会往上游走，掌握核心硬件，把成本和定价权握在自己手里。IE 只不过是把这个进程大大加速了而已。当然，这里面也充满了变量，比如 Maya 芯片的良率和实际性能能不能达到预期，比如生态迁移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预料之外的技术难题，比如英伟达不会坐以待毙，它也会降价，也会优化产品，也会拉拢其他客户，甚至推出更具性价比的产品来封堵微软的空间。再比如监管的变量、反垄断的压力，会不会改变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？没有谁的胜利是必然的。商业从来不是写好的剧本，所有的趋势都要在真实的市场里一步步验证。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 AI 产业的利润分配正在进入一个重新洗牌的阶段。过去那种芯片厂商通吃大部分利润的阶段已经开始动摇，下游的云端巨头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拿回属于自己的份额。市场上很多投资者还在用旧的思维看这件事儿，觉得英伟达技术领先就可以高枕无忧，但历史上从来没有永远的霸主。当你最大的客户开始变成你最强的竞争对手，当对方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算力需求和最丰富的应用场景格局的变化，往往比多数人想象的要快。你觉得微软的 Maya 最后能从英伟达手里抢走多少定价权？ CUDA 的生态护城河还能守住下一个10年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。人类的分歧往往比价格本身更早暴露趋势。以上只是我基于公开信息和产业数据做出的个人观察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科技行业的技术路线、生态迭代、监管变化，任何一个变量都可能改写整个格局。市场从来不会因为谁的逻辑更顺就买谁的账，真正该为决策负责的永远是你自己的仓位和风险承受能力。